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星。阿星现在在广东东莞的虎门镇。那我一说虎门这个地名呢，那相信很多朋友都听过，都知道这里。因为虎门这里出名有3点，一点呢就是清代的时候林则徐虎门销烟，看我身后这一杆大烟枪被咔嚓就折断了。那第2点呢就是虎门大桥，这是这儿的标志性建筑。那还有一个就是虎门的服装，因为虎门的服装在全国来讲的话都是非常有名的。那我来的这个小镇啊，就给我的第一印象，第一个感觉啊，就是这不像一个镇。你想镇是啥概念？就乡镇，是不是？你走到大街上，你感觉啊，别说和什么县城比了，就比某一些地方的城市，我感觉都好。这儿经济很发达。那为啥经济发达呢？就因为这儿有制造业，这工厂很多啊。一般啊，这种经济发达的地方，这个美食也少不了。为啥呢？大家想一下这个逻辑啊，你来了这儿是不是？当天就进厂，进厂就赚钱。那赚了钱呢，咱就下馆子啊，咱也去下馆子去。今天这打工打完了，咱就尝一尝东莞的打工套餐，就是烧鹅濑粉啊，烧鹅濑粉。在整个广东来讲，那很多地方的烧鹅都很有名。这个东莞呢，就是属于第一梯队。来到虎门有一家老店，看，伟文烧腊特别有名。关键是这个店非常的大，来尝一尝。看这玻璃里面的烧鹅还有烧腊，太诱人了。你看上面这风扇，全是风扇。啊，他家这个菜单有意思，花花绿绿的一面墙。好了，来一个鹅腿濑粉，这个鹅腿不用斩。鹅腿濑粉啊，不用斩。好的，可以。再来1列烧鹅。1列烧鹅。啊，再来1列烧鹅，你是要简单的立盘，还是要下装？立盘就行。立盘就行哈。还有呢？再来一个卤水拼盘。卤水拼盘。啊，再来一个那个烧腊排骨。烧排骨是单点吗？还是怎样？单点1小份的好不好？来个中份吧。中份的可以。有没有大份？大份有啊。那来大份。有大份就来大份。啊，还有什么呢？再来一个酸梅汤。一个酸梅汤。啊，一共多少钱？183。太丰盛了，什么样的饭就是看上去好吃啊？这就是看上去好吃的饭。这个是卤味拼盘，这个是烧腊排骨、烧排骨、烧鹅1列，这个就厉害了啊！烧鹅濑粉，啥叫烧鹅濑粉呢？这就是烧鹅，这就是濑粉。你看这个光泽，哇，这个鹅烧的太棒了。这个大鹅腿啊，在粤语里头，广东话应该叫鹅背，鹅背。烤的是金黄的，皮儿非常的薄，然后里边有点肥油。
太香了。我现在终于理解了，为啥以前老看这个电影的时候，就港片、粤语片啊，经常说来肥鹅一只啊，或者是肥鸡一只，一定要肥。我小时候觉得这肥的有啥吃的？就是因为啊里头瘦肉多，如果没有肥的话，它就不香，这个皮儿是脆的。看，哇，咬起来嘎嘣嘎嘣的，太好吃了，要了亲命了。哇，这么香的鹅腿啊，一定要配上这个濑粉儿。哇，太满足了。这个濑粉啊，你看起来清清淡淡的，其实非常的有味道。首先挺咸，然后呢特别的鲜美。它这个是清汤，那有一些店做的是加了那个生地汤，生地汤呢就看起来有点酱油色，像卤水一样的。这个濑粉粗粗的、滑滑的，口感超级棒。这个濑粉为啥叫濑粉呢？这听着名字挺怪的啊。三点水这个濑，其实啊以前的时候不是这个字儿，人家叫泪粉，是泪那个字儿。但是泪这个字儿呢，在粤语里头发音它就读赖的音。久而久之啊，可能是为了方便交流，就用这个三点水的赖代替。然后这个濑粉啊，啥意思啊？就跟咱这个四川的肥肠粉一样啊，拿一个什么漏子往下漏，然后滴下来。啊，这就叫赖。赖这个字儿，在中国古代文化里头，指的就是把酒从酒杯里头哗啦哗啦倒在地上，就这个动作。这代表啥啊？代表就是祭祀啊，祭天、祭祀活动的时候就是这个动作。在广东有一个词儿叫赖尿，赖尿啥意思？指的是小孩尿炕啊。我一提赖尿，有的朋友就想到赖尿虾。对了，赖尿虾为啥叫赖尿虾？就是你把这个虾从水里头提出来的时候，它滋滋滋，它往出滋水，就跟小孩尿尿一样啊。赖尿虾。我又加了一粒烧鹅。你看这个皮太薄了，烧鹅最好吃就是这个皮。东莞的烧鹅啊，为啥好吃啊？它有一点就是适合重口的朋友。在整个广东来讲的话，各地都有烧鹅，它的口味啊，比如说调料味啊，还有盐味都是比较重的，而且烤制的时候用的是荔枝木，出来有一种这种荔枝木的香味儿，太好吃了。烧鹅最好的搭档就是这个冰的酸梅酱，解腻的。这个酱味道好，一蘸就是另外一种感觉。蘸这个酱，或者是蘸白糖，或者这么吃啊，都好吃。辣椒酱，再来一勺鹅肠、鹅胗、鹅翅、鹅掌啊，这还有卤肉、脆鹅肠，多裹点辣椒。哇，这辣酱好吃，非常辣，很有味儿，蒜味儿、辣椒味儿，而且这种新鲜辣椒的这种味道特别呛。给我这粉里来一点，好吃。再来点胡椒粉，加点辣酱应该更好吃。不错，这个辣椒酱我爱了。看这盘油亮油亮的烧排骨，哇，味道好棒，甜甜的酱汁的味道。看这个色泽，看着就想吃是吧？想吃了赶紧活过下。
我的身后是黄河服装城，那这一片就是虎门镇主要卖衣服的地方，有很多商场。这个虎门镇啊，那最早做服装是在80年代初，那个时候呢，从香港拿货，就拿一些布料呀，或者是衣服啊，在这儿沿街摆摊。那后来呢，是规模越来越大，然后政府呢就统一引导，这叫退路进厅。进了商场里头，那现在就发展成这个样子。那现在这儿有很多厂，也有很多自己的品牌，其中最有名的就是乙醇。站在这儿我就感叹啊，哎呀，这一个小镇啊太热闹了，这么多的人，这么多电动车，好家伙，这一会儿逛完街买完衣服，这还能找见自己车子不？广东人啊，吃东西讲究平量证，我看这买衣服啊也讲究平量证，在这儿买衣服啊那肯定便宜。啊，一个6，一个9吧。我的身后就是富民服装城，你站在这儿，你看见满大街啊都是女性啊，因为主要的消费群体就是女性。从这个商场里头出来，这挎着大包小包的，里边有很多衣服啊、鞋呀、各种包包什么的。那很多人都说啊，那现在网上购物把实体店的生意都冲击了、影响了。那来到这儿绝对不会，为啥？因为这儿比网上还要便宜，100块钱买好几件，还带抽奖啊，3等奖1个脸盆，2等奖2个脸盆，1等奖3个脸盆。那我为啥来这儿呢？我不是为了抽脸盆啊，咱也不买衣服，我主要是来品尝一个美食，被称作虎门下午茶。就很多人啊，在这逛完街、买完衣服之后，都要去尝一尝，咱也去试试。吃那个，我告诉你吃什么？这个好吃，牛筋好吃，牛腩好吃。啊，全都好吃。不是全好吃，这最好卖的。给我来2个这个。怎么样？鹅肠。你多少个人？两个鹅肠。2个。你要2个吧？你要2个吧？2个这个。哎，你自己吃完要1份好了。2个我能吃完，我的话不够。还有2个鸡儿。这个是啥呀？牛腩。2个牛腩。牛肠来1个，鱼蛋来1个，这个怎么卖的？啊，来1个。行。这就是虎门下午茶，哎呀，这个下午茶有点丰盛啊。这是一个酸辣粉，然后这些是牛杂，还有一个喝的西米露。这家生意太好了，你看这些锅，本来这些粥啥的全都是满的，现在都卖完了好多。
好甜。当地的做法，西米露头还加红薯。啊，里头还有芋头，这个芋头都熬碎了。尝一尝这个酸辣粉，哇，这里头料非常的足。来到广东了，感觉比重庆的料都足呀。肉酱，然后木耳、辣椒，哇，这辣椒非常多。哇，看着不错啊。哎呀，你还别说，还真不错，酸酸辣辣，这味道挺正。哇，够味儿。哎呀，这个辣椒可以，香。不要喝汤。哎呀，这个汤好呛，一口就来到重庆了，你知道？看这一排过去啊，感觉好像只有我一个男士啊，这真是大包小包的买完以后啊，来这喝下午茶，尝这个牛肚。你看它这个颜色非常有食欲，都是那种咖喱色，黄黄的颜色。是那种甜甜的那种味道，咸和甜。哇，可以，非常入味儿。鱼蛋，哇，这个鱼蛋好诱人啊，这个颜色。虽然它都是一个味儿啊，但是不同的食材还是有不同的味道。啊，我最想吃的是这个鹅肠。本来这个大姐跟我说啊，他们是把这个要弄下来，然后剪刀剪开，我就说我就这么吃，这么吃有感觉。哇，果然好吃，脆脆的那种感觉，特别棒。他家这个萝卜是招牌。就是萝卜牛杂那个味儿，但是他家呢口味是偏重的。你看煮的这个颜色非常入味儿。东莞的炸野啊，这是炸饺，不知道啥馅儿。韭菜肉。哇，这个炸饺配上酸辣粉好。哇，汤太过瘾了。如果说东莞最有名的一个美食啊是烧鹅濑粉，那么来到虎门镇，那最有名的美食是啥呢？那一定是蟹饼。那这儿的海鲜也非常的棒，为啥？就是因为这个小镇呢本身它就是一个海边小镇，沿海小镇。看这条拥挤的小巷里头啊，我的身后对面有一家店啊，是个老店，专门做海鲜小炒，承记来尝尝。这小镇人太多了，到处堵车。吃饭啊，吃饭啊，几个人？两个人。2个人。没有菜单直接点。对，现点。啊，对。哎，你们家那个蟹饼有没有？有。蟹饼，还有那个折鸡是吧？啊，这鸡包。啊，折鸡包。啊。再来一个汤，是不是有一个那个？那个白贝。
有一个鲍鱼贝是吧？这个鲍鱼贝，这个是鲍鱼贝，对对，鲍鱼贝和白菜，小白菜煲个汤行。这个漂亮的这个啊，哦，这么大这个。 6个一人2个，好不好？这个为啥叫鲍鱼贝呢？就是因为个头大。那个就鲍鱼贝。鲍鱼贝对，1斤2两多不多？可以。这个季节皮皮虾也都有膏是吧？要膏爆膏嘛。行，给我来个皮皮虾。这个蒸完以后，然后在这上面要不干把它水分炸开。这个水分超干的。我看你在这插那个孔，就把里头的水分。对。最后底下是那种干干的。这是肉饼。肉饼，我们这勾芡。这是你们虎门镇的特色。对啊。我在其他地方从来没见过。要不然我们是西湾人。西湾是蛮来的。 标准的小镇上的海鲜大排档，它这个店最有意思，就可以坐在外头，非常的舒服。大排档一定要能坐到外头。这老板很有特色，留个大胡子。我一看，我说，哎，周树人本人。做菜特别快，这家店，你看这些菜啊，10分钟以内就好了，很麻利。20多年老店了。来了广东，我发现啊，你不管啥地方，就这样的大排档的小店啊，你只要吃饭，都给你沏一壶茶，很讲究啊。但是啊，稍微上点档次地方。 你以为白起吗？因为沏茶还要收你茶位费呢。这叫饮茶吃饭，吃饭饮茶。折鸡，这是一个鸡包，这就是蟹饼，这个呢是椒盐皮皮虾。有没有吃过这么大的贝壳？这叫鲍鱼贝，鲍鱼贝和小白菜炖的汤。吃饭先喝汤，哇，这个汤啊一定鲜。他家这个海鲜啊都是非常的新鲜。老广的饮食啊，粤菜饮食，这个汤。 相当的有学问，反正你不管吃啥都得配个汤，哪怕是吃快餐，就中午工作餐啊，都得配个汤。
这老广就是适饮适食，人生积极，就对吃啊很讲究啊，就跟对待人生一样。这一下就升华了啊！还是咱老秦人实在的，中子1万油泼面都对了。看看这个肉，太大只了，配了一个酱汁，酱油水蘸一蘸，吃的是原汁原味。好吃，好吃，真好吃。这个壳可真够大的，壳大肉就大。哇，里边一蘸。绝！这个汤的味道妙就妙在它里头是加了小白菜，这个小白菜啊，它一股清香味儿。这是肉饼，肉饼调过味儿的，然后把这个螃蟹放在这个鲜嫩的肉饼里头一蒸，你看没？这个壳，然后里头就是蟹肉，它把这个蟹剁成一块一块的，哇，把这个螃蟹整个嵌进去了。为啥这个菜蒸好以后还要上火，再过一遍火呢？就是因为底下有这个糊的这个渣儿，当地人啊特别爱吃这个底下这个底儿，这个底儿我看都有点焦焦糊糊的。哇，太好吃了！这和肉丸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，又有肉味，而且它这肉啊本身已经调过味了，有点这种甜甜的，然后酱汁的味道，还有点胡椒粉。最关键是啊，这个肉里头还有蟹肉的味道融为一体了。这个糊底有点干，上面有点嫩，口感呢还是双层的。好吃。再尝这个螃蟹，带着这个膏。好吃，很香这个膏。哇，这个菜不错，这个菜是属于既下酒又下饭的一个菜。这才是膏蟹啊，满满的这个黄黄的膏。太香了。椒盐赖尿虾，这个季节的赖尿虾不是很大，但是呢，老板说个个保膏，就是里头一定有膏，炸酥了都，这个头可以直接嚼，不用去皮了，焦酥焦脆。揭开看一看，哇，老板果然没骗人啊，全是膏，周树人诚不欺。哇，好吃！这个东西啊，好吃是好吃，就是太费劲了。就这么一盘让我一个人吃，能吃到后半夜，太费劲了。关键是啊，你还不能着急，它费劲，你还不能着急，一着急就扎嘴。这个菜啊，吃这个壳焦焦的、香香的，让我想起来北方的炸知了，高蛋白啊都是一样的，特别的好吃。一个是海里的，一个是土里的，都香。大家听一下这个声啊，炸的有多酥。我跟你说啊，所有的味道，最好吃的味道，其实在这里头，在这个腿里头，这几个腿啊，又酥又香。哇，这个腿啊，入口即化。因为本身这块的壳就比较软，跟那软壳蟹一样。哇，这就是高级瓜子啊，海中瓜子跟嗑瓜子一样。看着黄黄的，褶鸡包，就非常的干，就没有水，慢慢褶出来的。它这个是生鸡肉，加了酱汁以后腌过，然后放进去褶出来的。这样的做法啊，就特别有味道，干干的。好吃，酱汁的味道都入进去了。这底下有很多姜，还有葱，还有蒜头啊，好像还有香菇。哇，这个味道真不错。这块肉是最好吃的，你看折出来以后，这块还有点焦糊。
这个菜叫折折包，这个折折包听起来名字还挺奇怪的，这口字旁这个折，那普通话叫折折包，那粤语的发音呢就比较可爱，很有意思，叫啥呢？叫撅撅包。这个撅撅啥意思呢？就是模拟这个声音，因为这道菜在做的时候就滋啦滋啦那个声音，就是吱吱吱吱吱那个叫，撅撅包。撅这个字啊，口字旁，折。褶呢，大家一看啊就认识这个字儿，就是啫喱，哎，就是咱喷的这个啫喱啊，就是这个字儿。这个啫喱啊，其实也很有意思，它也是一个音译，从英文的这个 jelly 就是果冻，然后演变而来。这果冻啥意思？你看这个啫喱喷出来就那种胶状的，就是 jelly。这个折折包啊，最主要就是这个包，这个菜呢一定要在这个包里头做，不能在大锅里头做。为啥呢？因为这个菜啊只能一小份一小份做。你没看这么大一个包，里头其实只有1/3的肉，为啥呢？它必须要让每一块肉受热均匀，不停的在里头翻，然后就是能保温，能保持这个味道在里头，慢慢这样焖出来，就像一个罐一样，所以叫折折包啊，你不能叫折折铁锅，是不是？它这个是生折，啥叫生折呢？就是生肉调味以后进去。还有一种就是在这个锅里头先预炒一下，把味儿调好以后再进去，然后再折。什么样的食材都能进去折，比如说这个肥肠啊、排骨啊，还有鱼啊、海鲜啊，包括鸡鸭鹅啥的，还能加素菜进去，比如说单独炒菜啊，什么油麦菜、空心菜啥的也能在里头折。